李嘉诚这次亏麻了，港口被收了，钱也没捞着，30年布局一夜成空，190亿套现梦碎。都说投资不过山海关，那你是没看过现在的巴拿马运河。就在1周多前，巴拿马最高法院一纸裁决，说李嘉诚的长和集团运营巴拿马港口的合同违宪，直接无效。消息一出，长和的股价应声下跌。听财阀一席话，如听一席话，这可不是简单的商业纠纷。就在前一年，老李还欢天喜地，以为能用一个天价把遍布全球的港口大礼包卖给美国财团，自己揣着190亿美元的现金收益潇洒离场。结果一转眼，煮熟的鸭子不但飞了，连养鸭子的池塘都被别人收走了。这底是李嘉诚老马失蹄当了冤大头，还是说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阳谋？就在2025年3月，财经头条可是一片欢腾。长和集团宣布跟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美国的贝莱德牵头的财团达成了协议，卖什么呢？一个超级大礼包长和在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一共199个泊位的权益全部打包出售。这里面最闪亮最核心的王冠上的明珠，就是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这笔买卖的总价高达228亿美元，预计能给长和带来超过190亿美元的现金收益。消息一出，长和的股价蹭蹭往上涨，市场用真金白银给这场交易投了赞成票。当时大家算盘打得噼啪响，老李这笔投资从1997年拿到港口经营权开始，已经运营了28年，累计投进去18亿美元，约125亿人民币。把这两个港口建成了年处理650万个集装箱的世界级枢纽。现在功成身退，一把套现190亿，投资回报率惊人，怎么看都是一笔教科书级的成功投资。但问题就出在明珠太闪亮上了。巴拿马运河是什么地方？全球海运的咽喉要道，全世界约 6% 的海运贸易和 40% 的美国集装箱货运都得从这儿过。谁控制了运河两端的港口，谁就在很大程度上捏住了全球贸易的阀门。这么敏感的战略资产要从一个香港公司手里转到美国资本巨头口袋里，事情就不可能只是商业行为那么简单了。果然，交易刚一宣布，就激起了巨大的地缘政治波澜。这事儿从来就不是老李和巴拿马两个人的事儿，而是一出精彩的三国杀。第一个玩家李嘉诚，他的算盘很纯粹，就是生意，低价买入，经营升值，高价卖出。他瞄准的买家是地球上最有钱的主，美国资本。第二个玩家美国的算盘可不只是生意。巴拿马运河是什么地方？全球贸易的咽喉，美国 40% 的集装箱货轮要从这里过，控制运河两端的港口，就等于捏住了全球物流的命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就公开嚷嚷要收回巴拿马运河，所以当听说李嘉诚要把这两个港口卖给美国公司时，美国心里乐开了花，这不就是送上门的战略大礼吗？第三个玩家中国没法不掺和，虽然港口是李嘉诚的私产，但老李毕竟是华人富豪，而港口又是如此敏感的战略资产，如果让他顺利流入美国手中，无异于让美国在中国重要的贸易航线上加了把锁。所以中国监管部门出手了，明确提出这笔交易想让我批准可以，但必须让中国的国企中远海运在交易后拥有控股权。这下局面就微妙了，美国想要完全控制，中国要求分一杯羹，交易卡壳了。而最关键的那个房东巴拿马被夹在了中间，一边是超级大国美国的各种压力和许诺，一边是重要贸易伙伴中国的明确要求。巴拿马这个小国就像蜂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最后巴拿马做出了一个看似维护主权的决定，我不让你们任何一方买了，我宣布合同无效，把港口收归国有。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巴拿马有这个胆子和底气单方面撕毁一个执行了近30年的国际合同，背后是谁在撑腰？咱们来给李超人算算这笔亏到姥姥家的账。一，本金全亏，真金白银投下去的18亿美元，约125亿人民币，建的码头，买的起重机，一台就上亿，全部留在巴拿马，1毛钱带不走，这叫沉没成本，沉得彻彻底底。二，未来收益全没，合同本来还有21年才到期，这21年躺着收租的钱说没就没了。这就像你供了20年的房贷，快供完时银行说房子不是你的了，3道嘴的肥肉飞了，最大的痛还是那眼看就要进账的190亿美元。这不仅仅是少赚了190亿，而是整个资产包的核心价值被连根拔起，交易彻底黄了。4，
面子也丢光了。叱咤商场70载，被誉为超人，最后在阴沟里翻船，被一个小国用法律手段明抢，这商誉损失无法估量。长和集团发的声明气得直哆嗦，用词非常重，说这是荒谬行径，背弃诚信，但愤怒改变不了结果。表面上看，李嘉诚是唯一的输家，美国好像赢了，但往深了想，这场游戏的结局没那么简单。首先，巴拿马真的是赢家吗？短期看，他白得了一个价值上百亿美元的现代化港口，好像赚大了，但长期看，他把国家信誉输得一干二净。今天他可以为了利益撕毁和李嘉诚30年的合同，明天他就可以撕毁和任何其他国家的合同。以后还有哪个外国巨头敢把几十亿、上百亿美元的真金白银投到一个合同就是一张废纸的国家？巴拿马靠运河吃饭，吃的就是信誉和中立这碗饭，自己把饭碗砸了，这代价未来几十年都未必还得清。他可能成了大国博弈中那个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傻孩子。其次，美国真的毫无代价吗？美国用非商业手段清除战略对手，短期目标达成，但这相当于向全世界直播了一场金融掠夺秀。所有新兴市场的国家都会看在眼里，加深对美国和美元体系的不信任。大家会想，今天美国可以为了港口搞垮李嘉诚，明天会不会为了锂矿、铜矿搞垮我？这种寒蝉效应会加速全球去美元化和寻找安全资产的进程。美国金融霸权的根基正在被这些短视的操作一点点侵蚀。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事儿也是个提醒，别只盯着大佬们点石成金的传奇，也要看到他们一招失算的代价。李超人这次交的学费贵是真贵，但这一刻不止他一个人在上，所有在全球布局生意的企业和资本都在默默记笔记。至于他能不能通过国际仲裁扳回一城，咱们就静观其变吧。